你坐那儿吧。所有影子都派出去了，还是康桥亲自领衔。你我啊，只需在这儿安心的等消息，他们不会空手而归的。那，莫爷，伤筋动骨之人一般是食不甘味的，莫爷倒是从不落俗啊。每天一支，药食同源，这伤口才能好得快。行吧，你吃吧，最好将那些马蹄啊、羊蹄啊都买回来尝个遍。你少唬我，羊蹄热气大，不利于伤口，这吃啊可不能乱吃。反正你也时日无多了，随心所欲些吧。你说什么？药食同源呢是不假，但是莫爷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莫爷受的是鞭伤，现在还应该服着金疮药吧？是啊，这金疮药止血是奇药啊，皆因其中含了生麻、菖蒲、没药，但是最为关键的是龙骨和雄土鳖。而这猪蹄，这油乎乎的这个胶质，是最容易让雄土鳖失效的。因此，按莫爷所说，吃了那么多日，看来由鞭伤所引起的脓血症，怕是躲不掉。你少吓唬我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看看你的手指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脓血症，正是由这淤血不化开始的，眼下看起来像是病症初期，只可惜一旦得了此病，眼下恐怕无药可医呀。莫爷，不如我们说说正事吧。我跟你聊什么正事儿？我都这样了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不是，天下事有些是人力可为，有些人力不可为，我们总得一件一件慢慢来吧。你看啊，现在南都大小钱庄10余家，再加上唐家赌坊，还有他们的分店，莫爷麾下到底有多少影子，可以同时盯住那么多地方？你少趁人之危啊！想摸我的底啊？说说无妨嘛。眼下只需盯住唐家赌坊便可。啊，明白。即便他们将官锭熔成了碎银，那也是锃亮的碎银子。在眼下这个风口浪尖，突然将那么多新银子存进钱庄，必定招人怀疑。所以他们最有可能将这笔钱运到唐家赌坊，以旧钱换新钱，对吧？还有什么是你小子不知道的吗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颇值得玩味。你不如想说，结义案未破，官府为何开了城门，又下令禁止了修士？哎，知我者为莫也啊！官府如此行事，必然是想引蛇出洞，此计也颇为精妙。只是，一旦最后未能破案的话，这个决策者必定饱受非议，说不定还会背上玩忽职守的罪名。哼！就邵一恒那个酒囊饭袋啊，他没这个胆识，这肯定是事情闹大了，朝堂上派人下来了。莫爷既然什么都猜到了，那你还执意要去劫那批官银？当然了，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得把我的银子要回来。但是我的银子，哪怕日后我散尽家产求个平安，那也是我的事。明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不再叨扰了。有什么想吃的，随时告诉我。哎，你别走呢！你给我说这个怎么办？我给你带了些秘药，但是又怕你挑嘴，所以淋在了猪蹄上。其中有一味药呢，对于止血化瘀有奇效。是用青核桃皮炼成的。我也不小心沾染了一些。走！你放心，过个2、3日，总能洗干净。你给我走！袁老板，您看，您这新换旧银，短短半日已经换了6000多两，有何不妥？东家不在，老朽实在不好做主啊！你少废话，这是你东家早已同意的。里边请，客官里面请。
强，就是他。你可看准了，此人进进出出好几回，每回空手而入，总要背一个包袱出来。看走路模样，包袱绝对不轻。我先走。少主，这便是大小姐说的影子。没错，只是未曾想，这康桥也是习武之人。哼，不过尔尔。此事甚是有趣。那边南宫放效仿云台钻营伤道，这边莫爷学着凌渊培养死士。如此下去，这二者合二为一，岂不皆大欢喜？去，做我交代的事儿吧。是，少主。哎，客官，您需要点什么？一壶酒，2碟下酒菜。哎，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乔哥，我看过了，这里头没有守后门，他跑不了了。嗯。转手了，我们是盯人，还是盯银子？银子。夜宵是如何教的你们？带了一路的尾巴，竟一无所知，还不快走！他才刚满17岁，之前派去监视唐啸的3名影子，至今下落不明，多半已遭了毒手。短短4日，折损4人。善战者，治人而不治于人。早一日直面，便多一分胜算。那都是一群疯子，你可曾想过跟他们对峙的后果？莫叶与我相识已有段时日，你心里应该清楚，能在此时与你联手的，就只有你面前这个人。为了复仇，你当真什么都不怕吗？有莫叶在，亦是我的底气。你早早算准了今日。是，或不是。凌渊狂徒穷凶极恶，陷害莫爷，杀我兄弟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如今已经惊动了对方，
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眼下的线索虽断了，但还有一条新的线索等待我们去查。什么线索？碳。对，荣因必要烧炭，熔10万两，得烧多少炭？云公子留步。你我同门之间，有话但说无妨。今日之事，公子可觉得有何蹊跷？不知道是凌渊本就安排了高手，暗中保护运营之人，还是他们一早就知道会被盯梢，提前做了部署。你现在是在怀疑有人在暗中报信？莫邪麾下影子，皆是土生土长的南都之人，眼线遍布全城。未曾想，却是舒姑娘最先发现黑市银匠的线索。我虽未找到此人，但却无意得知另一消息。是什么？竹山街那些专替毛贼销赃融银的银匠，一夜之内全部被人雇走了。可这雇去了哪里？还未打探到。啊，此事的来龙去脉呢，我已经核实清楚了，并无疑点。疑点就是太过巧合。既然你如此怀疑，为何刚才不当着莫爷的面说？强敌临门，自当通力合作。莫爷性子急，我怕当面说，惹得你们生了嫌隙。康掌柜心思缜密，不过我身边的人，我自有判断。今日如何有兴致约我喝酒赏月啊？最近觉得乏得很，却总想起那夜的酒。还记得那天在江边，你拎着酒就去找我，本是为了安慰我，可没想到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。这些囧事，你就忘了吧。当初说好一起联手复仇，我的仇报了，你的还没呢。这回我要留下来，好好盯着你。说什么也是醉话，你就别想了。哎，看来又输了近100两。今日的盈利怕是又不多了。今日居然还关心赌坊的流水了？这是我的栖身之地啊，能不关心吗？以你的本事，在哪儿找不到容身之所啊？其实这连身坊对我而言，早已不是寻常的赌坊那么简单。之前在深山修业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喜欢清静，可是如今，我好留恋这热腾腾的烟火气。若能忘记一身背负，做个俗人，自然好。是啊，
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一日我们在白驹镇没有相识，此时此地，我们会在哪里？该遇见的，总会遇见。那你觉得人和人之间的相逢，有几分是天意，几分是人为啊？我不懂，只知天意难违。天意难违，人心难测。当真是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而我却是把醉话当真之人。你怎么了？跟莫爷聊得怎么样？这几日都没有听到你提他。那边的线索断了，莫爷的手下遭到反杀。据康桥说，杀手是一名年轻女子，手持的兵刃甚是怪异。不过我已经找到了新的线索。这么快？是啊。虽然说，如今唐家赌坊被封了，但是我找到了另一处可以守株待兔的绝佳之地，定能将凌渊匪徒一网打尽。他们绝非善类，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如此十拿九稳？明日你跟我一起，你自然会明白。小娘子，高兴，属下护卫不周，让大小姐受惊了。你这是草菅人命！少主时常教导属下，不使雷霆手段，怎显菩萨心肠？大小姐放心，属下自会将尸首处理干净。你虽不是我属下，但我今日亦要教你：恶狼杀生只为觅食，无故杀戮那是疯狗；恶狼人人惧之，疯狗人人厌之，终死在乱棍之下。属下谨记在心。少主已在等候，还请大小姐别误了时辰。
又劳烦姐姐深夜传信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，姐姐的口味变了没有？寇元杰，你休要与我作戏。你口口声声答应我按兵不动，为何又命闭月屋阻拦云台追查？若不是他搅局，此刻叶萧早已毙命。没错，是我的命令。只是我哪里想到公子香如此神速，此时不阻拦，不是要拿10万两银子给叶萧陪葬？公子香可能对我起了疑心。他若是威胁你，我便除掉他，保证神鬼不至。不必，我就顺水推舟，全力追查叶萧，正好可以借此打消他的顾虑。今日之事，公子可觉得有何蹊跷？不知道是凌渊本就安排了高手，暗中保护运营之人，还是他们一早就知道会被盯梢，提前做了部署？未曾想，却是舒姑娘最先发现黑市银匠的线索，疑点就是太过巧合。如果是你身边最亲密的人背叛，你首先想到的也是他，不是吗？你承认自己是凌渊乱党啊？3年前，我曾游历甘州，救下一名濒死的凌渊门人。那你是不是偷学了他们的武功之后，再择机逃跑的？正是。他们绝非善类，你用什么方法可以如此十拿九稳？唯独舒雅呢，只是他口中的舒家义骨，无从查证。当时我多番试探，但是他并未露出破绽。即使莫爷不信他，也应当信我啊。不过我身边的人，我自有判断。亚楠，聪明。若是如此，就算他怀疑你的身份，也万难想到你就是凌渊大小姐。你若与凌渊有染，又岂会帮他对付自己同门？姐，不如你就别回去了。明天一早便乘船渡江，剩下的善后交由我来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？我不过是担心你的安危。担心我的安危？
眼下娘年事已高，你是担心我与你争夺阁主之位吧？姐姐若争，我也拦不住。若是我真与你争呢？姐姐可记得小时候，你从林中带回来一只小鹿，我们争着喂，抱着玩。后来，你怕我没分寸，便不许我再碰。别说了，我便当着你的面，把它摔死了。你从小到大，真是从未变过。人呢，怎么会变呢？姐姐你也一样，你是凌渊的人，阿娘给的印记，一辈子都洗不掉。公子香已盯上木炭来源，只等夜宵去购炭，尽快了结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行，我正好闲来无事，去催催也行。姐姐慢走。我听金兄说，你之前的那根簪子断了，今后带这根。你要记得，以后对我说，那些关于你的过去，我不曾经过的，我都想知道。少主为何深夜到访？自是来问问银子的事儿。方才容了一小半。至于你先前说的可不一样了。别的不说，关键是炭不够，运一次只够烧1、2日。若频繁运炭，又极易被人觉察出异常。这有何难？多找几处买炭，你不是轻车熟路？数日内，官府已经丢了2回银子，外面已经风声鹤唳。我懂了。夜长梦多，抓紧时间买炭，加快铸银速度。不用不用，快去找云香，让他下来。好。我跟你说，那兴元号是南都最大的炭厂，但眼下这时节哪有大宗用炭的人家呀？他们却接了一单大生意。我算了算，他们之前买的炭也用得差不多了，该来买了。
我已命人将探场层层围住，就等他们现身了。跟我走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车里等你，快。我想先去找个帮手。公子要去找谁？此去凶险，多个人稳妥一些。我昨日说的，公子当真不以为然。康掌柜怕是多虑了。我自问这世上，还没人可以骗得了我。不枉我这么多日草蛇灰线的追查，今天终于要水落石出了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需要谨慎。你小子少教训我啊！要不是我护着你，你这身子还不知道在何处呢。我说这段时间为什么门主对我不闻不问，全靠莫爷在暗中护我，多谢。你小子知道就好。先说眼前的事儿。赔了的银子，我必然要全部抢回来。折了我几条人命，我要让他10倍偿还。莫爷知道我要什么？放心，管事儿的，我给你留活口。进来。他们装好车了，正在待命出发。准备好了？一切妥当。很好。准备好，出来了。出了几辆？5辆。那多半是在调虎离山。院中一共停了10余辆马车，全部满载货。若是满载，光看车辙，无从判定孰真孰假。人手够，就全部跟。对，确要万无一失。这一队出了7辆。莫爷还剩多少人手？怎么？他们先前知道被人盯着，务必会更为谨慎。我担心这2支车队只是掩人耳目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。丫头说的不错，不过这些都在我们预料之中，早就已经有安排了。你的思虑越发周全了，再过几日，只怕都骗不到你了。跟了你那么久，当然会有长进。这回是了。这帮人穷凶极恶，舒姑娘不必涉险，我去即可。亚楠，你留下，康桥就跟随车队，
我另有重任托付于你，会很凶险。那年长的是广汇庄的东家莫不凡，也是府库失窃案的嫌犯。至于那个年轻的，那必定是公子香喽。据那天邵知府所言，此人也可能是苏明玉。苏明玉出身商贾世家，却无心商道，怎么可能有心机啊？你看那人，步履从容，姿态沉稳，一看就老谋深算，肯定是公子香。魏君主，确是公子香。哎，盯个梢，什么阿猫狗都出来。莫要小看那些人，昨日在赌坊外与这帮盗匪交手的，多半就是他们。只要盯紧公子香，必有收获。兵分两路，探车和公子香都要盯紧。主，早知道盯梢一盯盯好几个时辰这么无聊，我就不来了。现在趁着天还没有黑，要不我先去逛逛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下次就不准跟过来了。啊，去！李波，你陪着。是。郡主，我身上银子都花光了，要不咱们改日再逛呗？那怎么行？没钱就找钱去。连生坊，这个可是公子香的赌坊。对，就是这家。我从来没去过赌坊，正好赢些钱。走。啊，郡主，使不得，朝廷有令，女子不得进赌坊。那说的是寻常女子。走了。哎，姑娘，长得好漂亮啊！交给你了。怎么，你也要拦我？姑娘误会，最近朝廷宵禁，我们要打烊了。郡主，有大人让您速回。买炭熔银，这谁能想到，竟藏在内湖画舫中？灯下黑，这伙人当真艺高胆大呀！大人果真名不虚传，水鬼劫银案就这么破了。谁说破了？陆生部，传令下去，马上调集人手，今天晚上收网。是。说。如何？听到了，竟藏在湖内一座画舫上。不说好了，就等你一声令下。好。魏爷，再等等他。等什么？就南都府衙那帮废物能料到这个？你别什么都草木皆兵。你别忘了，就是这帮废物冒着被罢官的风险，解除了修士禁令。依我看，即使舒姑娘带回消息，也未必。情况有变。果真如你所料，官府的人也在盯梢，并一路尾随车队跟到了码头。趁着夜黑，抢在那帮废物之前拿下画舫，那10万两银子本来就是我的。等一下，若是寻常官差也就罢了，
来的是江南神捕柳公权。刘大人，眼下那只船就在湖上飘着，咱们这黄雀是埋伏好了，可螳螂似听到了动静，今夜怕是不会来了。说来也怪，这公子萧与莫不凡分明也是冲着画舫去的，临到关头却匆忙撤走了。不稀奇，我刚到湖畔时便发现有高手尾随。那叔何不出手擒下那人？兵以利动，我若没十足把握，又会打草惊蛇，自然不可出手。想来那尾随者应是公子襄麾下。这样也好，至少能将那群狂徒一举拿下。只要人赃并获，此案也算了结了。哼，结了吗？谁呀？没长眼睛！这儿的船我们征用了。别让他们跑了！出发！山长几千重山，北山南总是风。人已远树须看火马，踏深山不见踪。春雨冥冥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合纷纷，一生一次转身，从此这扇心门再不许人过问。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可怜九月初三，夜露似珍珠也似弓。大雨滂沱在你和我的心中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纷纷，分不清的回忆最回忆，越是情深越是造化弄人。强风吹动几万里，扬鞭策马征战地。高楼当此夜，只听得见叹息。紧锁梁山心门，额头有天皱纹，那是心急如焚，怕风吹散缘分。人总和纷纷，留下两句诗意最诗意。越是情深，越是越陷，越深。